欢迎收看北京讲文化大革命第16讲韦国清和广西吃人。前些日子2024年10月24日有这样一条新闻，说开国上将韦国清骨灰安放仪式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韦国清是谁？我们一会儿会非常详细的给大家介绍。但是这条新闻出来之后，很多人说这是一个吃人的恶魔。那么当年发生在文革时候广西的一些吃人事件与他有密不可分的联系他是负有责任的。我们今天呢想从3个层次来把当年发生在广西的这些吃人的事情给大家剖析清楚。第一个层次来自于我们在推特上你可以查到的一些只言片语。那么第二个层次来自冯克的《文化大革命》这本书里对这段历史的一个记述。那么第三个层次来自于杨继绳在《天地翻覆》这本书里的一个记述一层比一层要详细那我们平时一说到广西吃人，你在推特上首先一般能看到什么样的描述呢？因为毕竟字数有限比如说广西文革绝密档案中的大屠杀、人吃人和性暴力。说在文革中呢，广西不仅杀人多，而且杀人手段之残忍、狠毒、骇人听闻，令人发指。杀戮和食人事件完全是在革命的名义下响应毛泽东的号召，把阶级斗争推到了极致。我们只看这么一段文字，那么也不清楚究竟有多惨烈以及究竟为什么会发生人吃人的事情。好，我们接着看，还有这样的文字说给大家推荐一个推友叫朱运河他呢经常会发一些过去的发生在中国那片土地的一些史料他发了一条推文说，据宋永义先生研究，广西一半以上的地区发生过吃人事件。我们稍微举几个例子。武宣县武宣中学和铜陵中学，学生吃掉老师和校长。6月18日，武宣中学吴树芳等5位老师被10几个学生批斗，吴老师当场被学生用木棍打死。一位姓廖的同学对同伴说，听说人干可以做药，咱们搞点来。于是几个同学动手剖腹摘干，又煮又烤，17人分食。铜陵中学副校长被学生批斗后乱棍打死被黄姓学生及张姓女生剖腹取干，然后在这个学校厨房旁就烤了吃了。郑毅先生深入研究广西吃人狂潮后，总结出了吃人的3个阶段。第一是偷偷摸摸吃，杀人后等到夜深人静再偷偷回去，割下心肝这个煮熟后吃下酒。第二阶段是大张旗鼓公开吃，甚至红旗飘飘，口号声声，为了良心上不受谴责，有的村将人肉和猪肉混切一起炖，然后全村人人都必须来吃，达成阶级立场的一致与坚定。第3个阶段就是群众性的疯狂阶段，人已经形同群狼，动不动就要拉出一些阶级敌人批斗，每斗必吃。在吃人最盛的武宣县，竟形成真正的人肉宴，人肉、人心、人腰、人肘子、人的蹄筋儿，用各种方法制成菜肴，喝酒猜拳，论功行赏。那么这几个阶段里面呢，刚才提到的郑毅先生有一本书叫《红色纪念碑》在这个书里呢也是这样描述就是开始阶段偷偷摸摸的恐怖阴森。某一个县有一个案卷记录了一个典型场面，就是深夜杀人凶手们摸到杀人现场，破腹取心肝。那由于恐慌
加上没有经验，结果割回来一看呢，是肺啊，不是肝，又得战战兢兢的再去换。那么第二个阶段，高潮阶段呢，就已经是轰轰烈烈了，大张旗鼓的，甚至活取心肝。这个时候呢，因为过了第一个阶段了，累积了相当的经验，加之吃过人肉的老游击队员传授，技术已经趋于完善。譬如活人就开膛，只需在软肋下用刀划一个人字形的口子，用脚往肚子上一踩。如果受害者是绑在树上的，就用膝盖往肚子上一顶，这样心和肝就都豁然而出。为首者就割心、割肝、割生殖器走了，剩下的人啊，把这个人的其他的肉一分，这个场面很盛大。好，那么第三个阶段就是疯狂阶段了，就是一种吃人的群众运动。比如在武宣啊，就像是那种大疫情之后啊，在那里吃尸体都吃红了眼的那些狗群呢，人们呢就是吃人已经疯了啊，动不动就拖出人来吃啊，就是这个人被批斗一倒下都不管是否断气，人们就蜂拥而上，都已经事先准备好了菜刀匕首，就拽到哪块肉，割下哪块肉就是哪块，就自己拿回去吃了。有人说呢，就也是宋永毅说啊，他说这个感觉呢，就是看完广西啊怎么吃人，就觉得德国纳粹用毒气室啊、机关枪什么的，反而是一种相对文明的温情的表现。好，这个广西文革机密档案资料里面有一段描述啊，就说6月17日1968年啊，武宣这个有这么蔡朝成、龙凤贵等人，就拿这个汤展辉上街去游斗，走到新华书店门前，他们就用这个步枪把这个被批斗的这个汤展辉打伤，然后王春荣手持5寸刀，就直接就剖腹就取他的心肝，围观群众蜂拥而上，动手割肉，肉割完了以后，还有一个老妈子要割生殖器。这个县里边的副食品加工厂的会计叫黄恩范，说砍下了一条腿骨，拿回单位给工人钟桂华等这个炖着吃。当时在残杀现场的县革委副主任、县武装部副部长严玉林目睹这一残忍暴行而一言不发。当时正在召开4级干部会，参加县4级干部会议的个别代表也参加吃人肉。说在文革之中呢，广西武宣县国家干部职工有113人吃过人肉、人心、人肝。说有一个农民叫陈国荣，路过武宣县去，就他因为长得胖，就被一个民兵营的副营长就叫民兵把他就给活活杀害了，挖出心肝，20个人每人分了一块肉。女民兵班长陈文流说，他一个人吃了6副人肝，还割下5名男人的生殖器泡酒喝，说是大补。这个宋永毅呢编过一本书啊，叫《广西文革机密档案资料》，是中国这个国史出版社出版过的啊，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在里面说呢，说这不是真的为革命吃人，而是在革命的旗帜下吃掉所谓的阶级敌人，也就是把活人吃掉。最早揭发吃人事件的
这个作家郑毅啊，93年出版那本《红色纪念碑》，就记录了他在广西对吃人事件的调查。说郑毅当年的足迹也不过就到了6、7个县啊，因为是个人调查，他不可能跑遍整个广西。但是在文革期间，广西有2点是在全国非常独特的。第一呢，就是这个广西第一书记韦国清至始至终都没有倒过。文革期间啊，就是从来没有倒过的省委书记就只有他。第二就是只有广西发生了大规模的吃人事件。我们知道哪里发生这样的事件，就说明哪里的体制发生了问题，哪里的领导发生了问题，这是绝对的。因为离开了国家机器的作用，不可能发生那么大规模的吃人事件。所以这份档案所披露的人数啊，就光这份档案啊，只涉及到他调查的6、7个县，里面披露的就是291人次。比如武宣县啊，就记录了75个被剖腹取肝、被吃肉的。但是这75人的全部名单的档案也没有完全提供。有些地方会详细的记录哪些人被吃掉，怎么吃掉啊，所以大概就是这个档案里291人次。但是呢，还有一些民间的调查呢，就说在这个区域有421人被吃啊。从吃人事件和地理规模来说，整个这份档案中记录的有26个县和市。其他一些调查，比如刚才提到的那个公安部的干部的笔记中提到的还有另外3个啊，共29个县。整个民间调查涉及31个县。那么广西在文革中啊，当时共有8个专区，3个直辖市。所以这一吃人风波当时波及了7个专区和1个直辖市，也就占75%。那你就县级单位来说，也就大概占了广西在文革期间的40%啊，都有这个吃人的事情。当时的武宣县有22万人，所以他们在集会上有的时候甚至是达到数千人啊，甚至1万人啊，在那里去分食人肉。和这个规模可能在历史上也是没有过的。而且这种吃人和这个中国历史上那种大饥荒的时候人吃人是不一样的，因为它没有饥荒。看，比如说啊，这又一条推文说，文革中广西的吃人事件远比3年饥荒时还多得多。原因猜想是中共党员或干部带头吃人、杀人和策划行凶。根据广西文革机密档案的资料啊，约200名有名有姓的被人吃啊，那这里面说有120名就是中共国家机器的代表。里边涉及近5万名的共产党员，20875人入党后杀人，9956人杀人后被吸收入党，与杀人有牵连的党员达到17970人。好啊，我们听完这些之后呢，对于当时广西这个吃人的事情有一个笼统的一些概念啊，很残忍啊，这个数字很可怕，对吧？但是好，我们现在进入到第2阶段啊，我们用这个冯克的《文化大革命》里这本书里对这段的一个描述啊，我们去探究一下当时的整个事情的一个脉络。当时呢，我们都知道全国各地都是在闹这个造反派啊，以及军方呢对于不同的派系啊去支持啊，高层呢毛泽东那边还在继续的搞这个文化大革命。但是广西省呢，它跟越南接壤啊，边境线长达600公里。广西的旁边是广东，广东呢就有非常多的这些空军啊、海军基地啊。那个时候广东军区谁控制呢？就是林彪的4大护法之一黄永胜。好，
当时广西呢也是分两大派系啊，跟全国其他地方一样，其中一个派系就支持这个广西省的省长韦国清的啊。韦国清呢就是一个壮族家庭，是一壮族啊，16岁加入共产党，曾经呢在邓小平手下一路高升，而且与第二野战军有密切往来。那么跟他所对立的就是一个比较松散的这种造反派的联盟啊。那么韦国清背后呢有省军方的支持啊，但是呢这个军区司令部啊是掌控在广州的黄永胜手里的。1967年2月，一个属于第55军啊，且与林彪的第4野战军关系密切的单位，就遵从毛泽东支持左派的命令，就被派到广西来帮助造反派，就是韦国清对立的这一派。那么很快呢，就与广西省委的副书记啊吴晋南联手了。这两个派系呢，就在不同的军队的支持下啊，打得非常的激烈。周恩来呢是站在韦国清这一边的啊，康生呢甚至在1967年6月斥责这个吴晋南是叛徒。好，紧接着当年的7月，就是武汉那个事情啊，陈载道那个事情发生之后，好，韦国清就开始被人批为是广西省的陈载道。好，这时候呢，两派双方呢都开始公然的去抢夺军队的武器了啊，甚至去袭击这个运往越南的货运列车啊。这个夏天就发生了不少的这种血腥战斗。1967年7月22日，在省会南宁爆发了一场数万人参与的大规模武斗啊，这里边一场就300人就死了。那么在高层的干预之下呢，派系冲突就变成了激烈的内战。等于周恩来和林彪啊都在用这个自己的代理人在打仗，双方都想把自己的人马安插在即将这个掌管广西的这个革委会啊，就想往里边插人，掌握这个权力。底下的民众都是棋子啊，互相煽动着去斗。那么到了1967年底，争夺省内重要城市控制权的战斗中，就已经开始用上了迫击炮了、机关枪、汽油弹。好，接着这个权力的平衡呢，就开始慢慢的偏向韦国清，因为毛泽东很多次说出了对他有利的话。好，韦国清在11月自愿进行自我批判后啊，毛泽东表示韦国清只是犯了几个错误，可以轻易改正。几个月后，周恩来提议派遣一个营的军队去协助韦国清镇压造反派。那么来自第55军的部队呢，开始悄悄撤退，那等于就留下了本来由这个55军支持的这个造反派啊，就留下这些造反派了，你就在那儿自生自灭吧。于是1968年3月发生了大规模屠杀，最终夺去了数千名造反派的性命。那么1968年7月3日，毛泽东终于亲自介入，谴责广西的派系斗争是一小撮阶级敌人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并且下令立刻停止暴力冲突。好，韦国清就趁这个机会开始迫害反对他的人，命令手下向阶级敌人刮12级台风来除掉他们。造反派呢，在南宁的解放路上有那么几个据点，结果就整片区域不断的遭到炮火攻击。经过迫击炮和大炮一连2周的剧烈轰炸后，该区有2000多栋房屋变成瓦砾堆，数千名造反派被关押在临时牢狱里，其中许多人受到严刑逼供，后来有2000多人遭到处决。一批为数26人的囚犯在当地一家摄影工作室被士兵当场射杀。军方无法将数千名造反派从他们藏身的混凝土防空洞里逐出，只能打开附近一条河流的水门，用洪水把他们逼出来。当时散落在市内各处的尸体太多，只能把他们丢进煤矿坑和这个壕沟里。
一大群火葬人员分成8组，忙了好几个星期，才将600多具遗体焚化完毕。说清洁这个防空洞的时候，用了大量的甲醛以及其他的消毒剂，但是尸体腐败发出的恶臭，在炎热潮湿的夏天里持续了好几个星期。季风带来雨水，使流经广西的几条主要河流水位暴涨，这数千具尸体就一起被冲走，流过稻田，流过山区，最后流入离香港不远，位于南宁下游大约500公里处的珠江。然后在这里还有那些广州的受害者的遗体也汇聚到这里。因为那年夏天呢，广州也爆发了激烈的派系斗争，所以这些顺江而下。香港当时的警方在港口就能捞起数十具的尸体，其中有许多都遭到捆绑和肢解，模样惨不忍睹。说坐这个渡轮前往澳门的乘客也可以看到从大陆那边飘到下游来的这些尸体啊。说那个夏天，广西省全境有8万人遭到杀害，地方民兵和军方联手在各地追杀是这个造反派或者被政治遗弃的人。那么在柳州，部分受害者当众被斩首，砍下的头颅会被拿来展示，并且附上一张注记，上面写着反革命。在一处人民公社里，谣传指出说地主们即将发动反革命阴谋夺回自己的土地，结果就有大约60人被反绑双手送往一处荒野，然后被强压着跪下，任人拿锤子重击他们的头弄死。那这里边最黑暗的惨剧发生在武宣，这是一个坐落在高耸石灰岩山间的古老市级城镇，有一条河流经过，岸边有那种很平坦的岩石就被当成了屠宰台。说周石安便是受害者之一，说他是个坏分子，曾经因为在大饥荒期间偷了一袋白米而被判服刑7年。他在文革进行的如火如荼之际，从一个劳改营回到家，在此之前，他弟弟曾经领导过一个造反派组织。当时，他的弟弟已经被切块分食了，头和一条腿被放在市集里展示。现在轮到当哥哥的周世安了，一把5英寸长的刀切开了他的胸膛，此时他还活着。一名地方领袖挖出他的心和肝，其他村民也有样学样，把受害者分食到只剩下骨头。武宣总共有70多名受害者被吃下肚。分食阶级敌人的仪式也有阶级之分，领导人才能享用与猪肉和少许香料混在一起的心和肝，而一般村民只能分食受害者的手和脚。几名教师在一所中学被分尸后，一群人把肉块装在袋子里拿走，袋子还滴着血。学生在临时以砖块搭成的炉台上用砂锅煮肉。监督宰杀过程的学校革委会副主任后来被开除党籍，但是他对自己的行径却相当自豪。他说：“吃人，那可是地主的肉，汉奸的肉。”后来的一项调查列出了武宣受害者的所有死法，包括打死、溺死、枪杀致死、捅死、砍死、拖死、活活切碎、砸死以及吊死。1968年8月26日，广西省终于成立了新的革命委员会，成立仪式非常盛大，包括为一座巨大的毛泽东大理石像揭幕，北京也发来贺电。就所有的这些事情群众被煽动起来，互相斗，以阶级敌人的名义去恨对方甚至恨到要把对方吃掉
吃了这么多的人，活杀啊，如此残忍，最后就是搞出一个革委会。当时全中国各地都是把地方政府推翻，然后其实重组啊，军队也入场，权力重新分配，再去弄出一个新的镇压民众的一个新的地方政府来，就是在搞这些事情。那么好，这是第二个阶段啊，我们接着到第三个层级来看更深层次的剖析啊，这个韦国清的这个历史，以及广西为什么会最终到这个地步。这个呢，就来自于杨继绳的《天地翻覆》这本书啊，他这个书里的文字量就比冯克这本书更多，所以就能提供更多的细节。但是整体脉络的一个梳理啊，还是冯克做得更好一些。好啊，我们来探究更多的一些细节啊。说要了解广西文革呢，必须了解韦国清这个人。韦国清啊，广西人，1913年生，1955年授上将军衔。50年代，他带领的军事顾问团帮助胡志明打胜了这个越南的奠边府的这个战役，为建立北越红色政权立下功勋。1955年后一直在广西担任军政高层职务，1964年兼任广西军区第一政委。66年8月24日，中共中央免除了韦国清广西第一书记的职务，调任中南局第二书记，任命乔晓光代替韦在广西的职务。但是呢，韦国清没有到中南局上任，还是在广西当第一书记。这是因为抗美援越越南需要他。那么1967年3月，中央对广西实行全面军管，让韦国清任军管会主任。当时由于他执行资反路线站不出来了，周恩来说我们做工作，于是1968年他就担任了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主任。也就是说，从文革开始到文革结束，韦国清不仅没有被打倒，他还一直处在广西最高的领导岗位上，非常少见啊。但是呢，他虽然是广西壮族人，却一直严厉打击这种所谓的地方主义、民族主义，并且重用中央委派的南下干部，压制广西本地的民族干部。所以呢，就是因为两广地区比如广东，它就也有很强的这种地方主义毛泽东就非常的不放心甚至亲自去打压。但是广西这边由于有韦国清，所以毛泽东就非常的放心因为韦国清对中央的向心力深受毛泽东的信任。而且呢，韦国清又深受毛泽东的朋友越南领导人胡志明的信任。65年末和66年，美国和越南交战67年12月19日，毛泽东表示7亿中国人民是越南人民的坚强后盾，辽阔的中国国土是越南人民的可靠后方。那整个毛泽东的这一个世界革命的这个战略局韦国清就是其中重要的棋子作用。韦国清呢，非常善于揣摩圣意，紧跟形势，这也是他在文革中成为不倒翁的一个原因。66年9月3日，他在广西大学贴出大字报，欢迎大家向我开炮，我的一张大字报那么67年1月29日，他又贴出了第二张大字报，说揭发刘少奇、邓小平的几个问题，说刘少奇、邓小平是潜藏在党内的危险人物，是2颗定时炸弹。67年2月1日，他又贴出了第三张大字报，叫揭发两面派陶铸，说陶铸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人物，顽固地执行刘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那么王任重倒台以后，67年2月5日，他又贴出了第四张大字报揭发王任重的几个问题。所以他就是紧跟着上面的这个形势但是呢，也都是喊一些大的帽子，扣一些大帽子没有什么太多实质的内容。所以文革结束后呢，他又取得了邓小平的信任。那么长期在广西工作这个不能被打倒的韦国清就和广西官僚们有着血肉相连的关系
所以呢，他就不可能去支持那些反对这些官僚的那些造反派，这就是为什么韦国清站在造反派的对立面啊。但是呢，这些造反派呢，又是被毛泽东所鼓动起来的，对吧？好，这就很矛盾啊，非常的对立。那么怎么去调解呢？中央这两派的冲突呢？在这个文化大革命初期啊，也出现了反对和保卫当地党委的两种观点，都有一些群众的组织去支持。在广西第二大城市啊，这个桂林，造反派呢就起来的较早一些啊，因为什么？南下支持造反派的这些北京红卫兵啊，首先会先到桂林啊，到的比较多啊，所以桂林的造反派呢，到1966年冬的时候就成了多数派了。然后紧接着全国各地开始夺权啊，那个时候那桂林造反派就成了主流了。但是反观省会南宁呢，造反派起来就晚一些。1967年3月，广西军区找各群众组织商量，要求支持韦国清站出来领导广西文化大革命啊。那么有的就支持，有的就反对了。那么围绕着这个支持韦国清还是反对韦国清啊，那么就形成了两大派了。于是4月19日，自治区党委书记吴晋南，还有贺希明啊，以及这些人啊，联合发表声明，就说呢，在对韦国清同志的错误没有这个审批之前啊，什么他本人没有认真悔改的什么什么等等之前啊，我们等于说就是意思是要打倒韦国清啊，说韦国清是错的啊。于是67年4月22日晚上，广西红总、南宁831红卫兵联络站、新工总啊，就这些都是组织的名字啊。当时有非常多的群众组织，这就数十个反韦国清的组织，有1万余人啊，就在南宁的朝阳广场召开大会，宣布成立叫南宁422，因为当天是4月22日啊，1967年，火线指挥部。后来改名叫广西422革命行动指挥部啊，这个就是简称叫广西422啊，大家记住这个简称，后边会提到，很惨。那等于在广西的各地都有和这个422同观点的群众组织啊。那么桂林那边的那些造反派也是属于这一派的，口号他们就是打倒韦国清，解放全广西。那么5月25日。支持韦国清这一派就打着维护军管、保卫广西日报的旗号啊，就开始成立了这个也是以当天命名的525革命行动指挥部啊，后来就改名叫广西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指挥部，简称叫广西联指。那么也是在各地都有和这个联指啊观点相同的群众组织和支持。那么联指呢，就是保韦国清的啊，但是反对这个吴晋南。好，那么1967年初夏以后，这个支韦和反韦这两大派的群众斗得就越来越激烈了。那这里边都有人去上访啊，到北京啊，反映各自的意见。6月1日到12日，422的大批人员6次冲击广西军区。强行进入军区院内，贴大字报、写标语啊，然后呢，集会控诉党政军内一小撮人的罪行。那么在此期间，对立的这边联指啊，就组织成千上万的人马，也是纷纷集会，也是6次到军区院外示威游行，抗议刚才的那个422冲击军队。6月上半月，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3次接见广西两派的代表，尽力调解两派群众组织，但是收效甚微，双方冲突不断发生。联指就几次组织农民进城围攻422据点，造成大量伤亡啊。那么6月26日，联指从粮食厅方向攻入文联大楼，说422 600多人全部被俘，并被押解至物资局的院内，其中部分人被捆绑、蒙眼、审讯啊，遭毒打。
好，6月29日，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第4次接见广西两派赴京代表，主要听取422代表的意见。周恩来呢就对广西出现武斗流血事件极为关注啊，做指示，但是呢没有办法让它停止。7月13日，联指组织部分人到省军区警卫连和6984部队抢走步枪、冲锋枪300多支、轻机枪3挺、60炮1门及部分弹药。那么紧接着8月9日晚饭后，广西422赴京汇报团和北京造反派200多人，他们就冲进了京西宾馆啊，打伤了韦国清和警卫战士数人。这在北京发生。然后8月18日晚上11点左右，422又组织300多人到金鸡村抢劫军用列车的援助越南的炮弹4000多发。然后2天后，中央文革来电，责令他们要把这个东西还了啊，422才将炮弹大部分交还给部队。就是两派都在去抢啊部队的这个枪啊。8月20日晚，南宁联指攻打东方红医院和民族电影院等422据点，医院被严重破坏，死了10个人。有些422人员被俘后惨遭杀害啊，并且呢把这些尸体都展览出来。8月25日，联指以保护邕江大桥畅通为由，动员所属组织啊，武力攻打422设在邕江大桥附近的据点啊，出动了300-400人啊，也是攻打各个地方的这些422据点。然后其中呢，8月24日，周恩来啊第5次接见广西群众代表的时候说过去军区说支持左派啊，说支持错了，要求现在军区决定要支持422，这是周恩来的话啊，让他们改去支持422这一派，要求呢把广西局面稳定下来，先停止武斗啊，并且把武器封存起来啊，等等等等，说了一堆。那么周恩来还对这些422的群众说啊，军区过去拉一派打一派是不对的，你们422造反派是不错的，很有劲儿，矛头向上，精神不错，但你们把韦国清从京西宾馆拉出来打就过火了一点，现在军区转过来支持你们了，你们不要反过来压人家，就是在这儿和稀泥。但是你想想，作为底下这些群众啊，有周恩来的支持，那就更加的肆无忌惮了，对吧？好，8月26号，两派在北京达成了关于立即停止武斗的协议，甚至一直到11月8号，两派在北京又达成了关于广西两派促进革命大联合的10条协议。14号，毛泽东啊也接见了他们。好，那么这些协议最终就决定建立由韦国清啊等人啊一块儿弄的这么一个广西革委会筹备小组。好，11月23日，这些人就坐专机回南宁，是吧？那么在南宁的这个革委会的筹备小组啊，叫革筹小组的成员王斌和广西422、广西联指以及驻军数千人都到机场去欢迎。那么貌似看起来广西问题有了解决的希望啊，但是风云再起。就是刚才周恩来接见了422的成员之后啊，422就觉得自己又有后盾了，对吧？开始更加加强政治宣传，去攻击这些联指啊，甚至有的这个联指的群众就倒戈了。那么广西军区呢也开始检讨啊，我们支持一派打压一派这个方向路线是错的，也表示要支持422，但是呢这都是口头上的一句空话。省军区暗中仍然是支持另一派联指的，所以在这个革委会的筹建过程中，联指以及他们支持的后边这个军队等等，都还是占主导地位。11月下旬，广西军区根据中央指示做出了
这些检讨报告之后又发生了广西联指这些人冲进军区大院，声称要揪出出卖原则的军区负责人谁让你们支持422了这个联指又不干了。然后各个地方又出现了各种屠杀武斗。好，在这个67年12月19日梧州荔浦这个贺县、桂平等等的鹿寨、荣县、罗城、玉林、钦州、博白等市县，422造反大军组成了反屠杀控诉团，到南宁到军区去静坐游行强烈要求革仇小组和军区制止武斗，严惩杀人凶手。12月29日，422在军区院内召开反迫害、反屠杀的万人大会。然后到68年的1月5日，这个联指这边的大中学校的红卫兵1000多人也来游行反正就是搞来搞去，各种搞来搞去。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就发生了很多大规模的武斗，很多的干部群众被打死，有的全家都惨遭杀害。那这个时候就发生了一个事情，就是68年的2月，广州那边的军区司令黄永胜下令把这个6984部队调走。这个6984部队就是其中支持422的军队那也就是你等于422没有靠山了军队支持你们的那一部分军队调走了。所以当时调走的时候，2月12日422 5000多人到广西军区去举行挽留8964部队的大会，说当时他们有一个小报上有一首诗就写邕江的水流呀流，我们从来不挽留，可是我们的6984绝不能走不能走，如果6984一走就会失去1000万个人头，我们跪在毛主席像前，千叩头万叩头，请您把6984留，6984你们不要走不要走。2月18日下午，自治区革仇小组和广西军区负责人就对刚才这场挽留行动进行了批评。好，接着6984部队就被调走了。那没有军队支持了，这边联指就可以部署对这些剩下的这些422的据点进行攻击了。所以呢，对422的屠杀就成了一种所谓要建立这个革委会扫清道路的一种行径。所以此后这个各个地方的一些市县革委会都是在对422这一派的武力镇压之后陆续成立起来的。2月28日，广西422常委黄达生等在南宁市新闻电影院召开大会，宣布成立广西422野战军，说这个任务就是抗击联指的大屠杀。3月16日，自治区革仇小组广西军区向中央请示说这个现在的这个422野战军是由一些黑手坏人和极左分子操纵的组织，说要对他们进行武装包围。4月3日再次去向上面中央报告说这个422所谓的这野战军是干扰文化大革命大方向的逆流，主张采取行动。然后4月，广州军区司令黄永胜就内定说422就是定性了反动组织，然后就开始要镇压他们。5月5日晚上12点多到次日凌晨4点，广西联指总指挥部组织了3800多人，出动汽车45辆，火车1列，到南宁市长岗岭军区军械库抢走了各种枪支7044支，其中轻机枪479挺，高射机枪48挺，
60炮4门，炮弹60发，子弹120万发，望远镜50架。这是文革以来广西抢枪规模最大、数量最多的事件。周恩来3次命令说，这个5号的这个抢枪事件要严肃处理，抢走的武器弹药要限期交回。然后接着5月10号，柳州的连指又抢了6985，抢了这个6985和519这2个部队的武器装备共抢走各种枪支316支，子弹11056发，60炮、迫击炮2门，40火箭筒2具，并打伤干部战士47人，其中重伤2人。5月14日，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向中央发出了当前广西阶级斗争形势的这个情况报告以及向广州军区报告，说全区已经有5个专区、2个市、75个县成立了革委会但是说有一小撮阶级敌人不甘心灭亡，他们大搞右倾分裂主义，说这个南宁422新指挥部就成了目前最大的一个阻力是急需要解决的一个主要矛盾，必须迅速解决。于是5月21日，这边呢，柳州市的422就有一派造反大军和这个他们就开始要对付柳州的这个连指对他们的武力围剿，所以他们就组织了几千人到柳州火车站去抢什么呢？也是抢这个援助越南的子弹，抢了11888箱，共计1700多万发的子弹，并以李向阳的名义给押车的解放军写下了收条。然后25日，驻柳的部队就开始对他们这些据点进行武装包围要把这些弹药抢回来。这互相交手之中又是有人死，有人重伤群众包围，又去抢了解放军700多支枪，所以这个柳州的局势就进一步恶化。那么这是422这边都是用抢的，那连指那边枪呢，说是抢，但其实都是省军区就是基本是送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422这一边才会去抢援助越南的火车，因为别的地方军区的枪他抢不到。4月4日，422在南宁朝阳广场举行了8万多人参与的反右倾、反逆流、反翻案的誓师大会，发表声明说广西这个什么革委会什么强烈反对什么的接着8号呢，连指又搞了一个3万多人的集会就是两边就是这样。5月30日，广西422常委决定要拔除一个连指的一个据点所以呢，他们就有12个人乔装打扮，冒充解放军，进入了这个林业厅，就是连指的这个据点。进去之后，就冲上大楼，开始拿枪扫射，一下就杀了连指12个成员然后抢了这个据点里的机枪还有一些财物并且炸坏了办公楼和宿舍大楼各一栋。那么连指总指挥部发现之后就开始组织反攻，一直打到晚上，422就撤退。这中间也被打死2个人就是两派就不停的斗。6月4日，连指所属的后备军等13个组织约3500多人第二次到广西军区军械库抢夺武器又是1859支枪子弹100多万发60炮8门等等，开始去围剿这个422。6月19日，连指武装攻打区水电厅设计院这个422的据点，杀害了62个人，把尸体就全都投到邕江里去了。6月23日广西连指所属的这个航运红联攻打422航运工总控制下的南宁北大路码头也是拿炮轰甚至这个停泊在河边的这些40多艘船都被炮击中，全部焚毁。所以这些事情就令周恩来震怒
就是说绝对不能够抢援助越南的这些东西啊，你要保证铁路畅通等等的。好，事情接着往后啊，到7月，两派还是在不停的斗啊，就是都有这些武器啊，从这个市里边的这些百货大楼啊，到各个这些建筑啊，然后斗到这些河边呀，包括以这个什么清理流窜人员的名义啊，去清理户口，抓几百人，然后都杀掉啊。在这个邕江上啊，也是用这个船也是互相开火，就是一种内战的状态。7月25日，周恩来在北京又是接见两派的代表啊，这时候这个口风就变了，从之前支持422到现在开始对422进行猛烈的抨击和严厉的谴责啊，语气就非常的尖锐了，把之前发生的所有的事情，铁路不通啊、抢枪啊、南宁发大火呀，这些事情全都扣在422头上，并且不许他们辩解啊，就说是你们的错。那等于就是其实中央是站在韦国清这一派的立场上的嘛。好，那么联指就更加肆无忌惮了，用上各种的重武器啊，甚至坦克什么的，就开始去攻击422的这些据点。然后从7月下旬啊，一直到这个8月8日围剿结束啊，就屠杀了10000余人。仅仅在南宁火化场就有5000多具尸体。有人看见解放路被打下后，多辆这个翻斗车拉了3天的尸体，都拉不完啊。有的就直接埋了，有的就丢到邕江里去了。说这个邕江当时下游的西津水电站这个闸门都被尸体堵住了，你被俘虏的人也要杀掉。据区委书记范清涛1981年对中央调查组说的，最少死了6000人。1983年处理文革遗留问题时调查说，解放军和广西联指攻打解放路一带，共烧毁33条街，其中烧毁了2820多间这个建筑啊、房子什么的，建筑面积总共46万平米。使得1万多户人、5万多居民无家可归。但是呢，你这个围攻解放路胜利以后啊，广西联指从总部到基层组织都在召开庆祝大会、大摆宴席，然后就把这些全都怪到422这一方的头上啊。而且最搞笑的是8月19日。在北京学习班的广西422的9个头头啊等等这些人，在北京学习呢，就被广西联指的人直接在北京就给抓了，直接就扭送到北京卫戍区司令部关押，然后包括这个422到北京的这个控告团，一共427人，一起全都被抓，然后被押回广西就受摧残。那么联指和军队啊，当时攻克了422的这个展览馆这个据点之后，就在这个地方开始举办所谓的反革命罪证展览，展出了52天，先后组织各区的489365人前往参观。这个展览分成3个馆，说第3个馆就叫活人展览，就是把他们当时抓的这些所谓的战犯、叛徒、特务、走资派，就是挂上黑牌子，关在铁笼里。当作禽兽一样，让这些群众48万将近50万的人观看了52天，然后又把他们接着又关到这个去长期关押。好，现在为了加速啊，这个当权派的，我们要这个革委会要赶紧成立起来，所以南宁以外的地方也都开始动用武力对422进行军事围剿。
1968年3月16日，这有一个叫马正华的啊，他说为了保卫新生的红色政权，每个乡都要干掉个把个罪大恶极、民愤很大的这些四类分子。所以从3月8日到27日20多天里，他们这个县叫天等县，这个全县连续发生190多起杀人事件，共被杀害630多人。然后3月11日到13日啊，这个有一个乡啊，祥源乡又发生2起杀人事件，就杀了46人，造成16户不再有男人，9户就灭绝了。各个县都开始疯狂的杀人。然后这边桂林也是12个县7800多名武装民兵开始围剿之前的这些造反派，所谓的多数派，然后让这些人把枪交出来。好，但是这些人交出了枪，撤出了据点，但是另外的连指那边并没有啊，那就开始迫害他们。说全市共抓了7000多人，说有一大批人被杀死。临桂县的直属机关被抓了318人，说仅仅放了25人，也就是说293人都被杀害了。在宾阳县也是啊，这个革委会主任也是6949部队的副师长王某亲自布置大屠杀，从7月26日到8月6日这11天里，总共杀害了3681人。柳州军区也是请示广州军区同意，7月24日也是调动了武装人员3000多人，攻打422造反大军的据点，抓获70多人，立即枪杀25人，然后这一次一共打死了146人。说他们在梁上村看到一个妇女背着一个小孩从外面回来，就说这妇女是422的情报员，开枪就把这妇女给打翻在地啊！这女的还没有断气的时候，就又补一枪。然后呢，旁边这年仅2岁的小孩在大哭，他们就用石头把小孩砸死。说从1968年8月14日县革委会成立到9月底这1个半月的时间里，全县杀了3000多人。就光这个县革委会机关所在的长安镇就杀了800多人有。说有一条街叫龙庙街，杀了45人，整个街啊就成了寡妇街，男的全杀死了。上林县总共有24万人，就被杀了5000人。1968年7月的一晚上就杀了250人，整个尸体把河道全堵住，河面全是被鲜血染红。革命老根据地凤山县，当时422在那儿也是属于多数派啊，他们叫革老派。他们68年2月占领了这个县城，所以这些连指呢就逃了。之后8月12日又回来去围剿他们。好，围剿了，革委会成立了，全县抓了6000人左右，批斗5000多人，杀死2700到3000人。8月25日，广西日报头版头条刊登题为“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亲切关怀下，广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空前大好”。杀了这么多人啊，几万人，吃了那么多人啊，空前大好。好，说广西啊，终于在8月25日前，所有的区市县都成立了革委会，实现了广西大地一片红。1968年8月26日，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宣告成立，并举行了盛大的庆祝大会。革委会主任韦国清，副主任巴拉巴拉一堆人啊。同日，广西日报在
头版套红通蓝标题下刊登预告消息，说这个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成立和庆祝大会于今天举行等等。二版又发表社论说，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热烈欢呼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在阶级斗争的凯歌声中胜利诞生。在成立大会上，韦国清在讲话中特别强调，要稳准狠地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肃清国民党残渣余孽。讲话传达后，全区各地又对不服从革委会的人大开杀戒，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染的都是普通百姓的鲜血。我不知道就是这个杨继绳为什么在他这本书里对于这个广西吃人的事情没有大书特书这个不重要。我们今天用3个消息层面上的去讲广西吃人究竟是为什么以及韦国清这个人的一个他到底有没有责任我觉得大家听完之后应该自有论断好吧，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感谢收看、订阅、分享。